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双语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既深刻又日常的话题，学会放下期望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明明已经尽力了，却还是因为结果不如预期而整夜睡不着觉。或者因为担心达不到别人的标准，而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期望的世界里。父母的期望，老师的期望，老板的期望，甚至是我们对自己的期望。这些期望像无形的重担，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小时候，我们可能被期望考第一名。长大后，又被期望找到好工作，买大房子，过上所谓成功的生活。但你想过吗？这些期望真的都是必要的吗？社会给我们设定的标准，有多少是我们真正认同的？我们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有多少是出于热爱，又有多少是出于恐惧？今天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就来聊聊期望带来的压力。这种压力有时候很明显，有时候却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定。让我们一起探索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执着于各种期望。当我们过分执着于期待的结果时，往往会忽略过程中的美好。这样的执着不仅让我们感到疲惫，还可能让我们失去享受当下的能力。我们开始害怕失败，害怕达不到自己或他人的期望。这种恐惧会逐渐侵蚀我们的自信，让我们变得犹豫不决。我们会不断地纠结于每一个决定，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渐渐的，我们的生活被焦虑和不确定性所笼罩。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怀疑自己的价值。这种自我怀疑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，越来越难以摆脱。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新的事物。我们可能会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而放弃自己的梦想。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能让我们感到幸福吗？我们是否意识到，过于执着于期望，其实是在给自己设限？我们是否明白，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来源于我们无法接受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距？当我们学会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自由。我们开始学会欣赏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，而不是只盯着最终的目标。这样的改变或许正是我们需要的。当我们停止追求想象中的完美，反而能看清眼前的美好。研究发现，能够接受缺陷的人，焦虑水平平均降低 40%。这不是要你放弃努力，而是学会区分尽力和强迫。就像握紧的拳头无法抓住流水，放松些反而能感受到更多。我的心理咨询师常说，允许自己不完美是最重要的自我关怀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当我们不再苛求完美时，创造力反而自然涌现。人际关系也是如此，接受他人的不完美，我们的心会变得柔软。那些我们以为必须达到的标准，有多少其实是自己虚构的牢笼？尝试做一个实验，今天允许自己在3件小事上不够好。你会发现，天空不会因此塌下来，反而获得了呼吸的空间。心理学称这种现象为足够好效应，追求80%完美反而更有成效。我花了2年才明白，每次说必须完美，都是在伤害自己的价值感。现在当我感到压力时，会轻声问自己，如果只做到7分，会怎样？答案往往是，生活继续，而我的笑容回来了。这不是妥协，
而是选择了更智慧的生存方式。下次当你为失误懊恼时，记得，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我们成为独特的人类。其实放下期待就像学骑自行车，刚开始总紧握把手，后来才发现轻松些反而骑得更稳。我有个小仪式，每天早晨写下3个允许自己不完美的领域。比如，今天允许邮件里有错别字，允许会议中偶尔走神，允许晚餐叫外卖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当我主动降低标准，反而在重要事情上更专注了，因为能量不再被琐事耗尽。试试把应该换成可以，不是我应该每天健身，而是我今天可以选择休息。语言的小改变能带来思维的大解放。有人问，不追求完美，工作质量不会下降吗？我的发现恰恰相反，当不再为小事纠结，反而有更多精力打磨核心内容。就像画家知道何时停笔，好作品需要留白，生活也是。最近我养成了新习惯，每完成一项任务，就深呼吸3次，主动释放对结果的执着。那些我们以为非如此不可的事，3个月后回头看，往往发现根本不值得焦虑。下次感到压力时，试试这个思维实验，想象5年后的自己会怎么看待此刻的困扰。放下的肌肉需要每天锻炼，从让咖啡洒了也不恼火开始。记住，树不会因为掉了一片叶子就停止生长。我们总担心放下会失去控制，却忽略了紧握的双手接不住任何礼物。去年冬天，我在瑜伽课上突然痛哭失声。老师让我们保持战士2式，我的大腿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。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必须坚持满30秒。突然间，所有对工作考核的焦虑，对父母期待的担忧，全涌了上来。瑜伽垫被泪水打湿时，我才发现自己从没真正呼吸过。老师悄悄过来耳语，疼就弯膝盖，这又不是考试。知道吗？那瞬间我明白了，生活里太多必须，其实只是自找的枷锁。下课后，我坐在更衣室发了20分钟呆。手机里有13条未读消息，而我第一次选择先不理睬。回家路上，我买了杯奶茶，坐在公园长椅上看鸽子打架。那种浪费时间的奢侈感，比任何成就都治愈。现在遇到困境，我常问自己，这是值得我在瑜伽课上哭出来吗？90%的烦恼，答案都是不。剩下的10%，那就哭吧，眼泪本来就是情绪的自然出口。有时候，放下不是认输，而是给幸福腾出空间。现在的我，终于能笑着做不标准的战士2式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开始放下那些应该和必须，生活反而变得更轻松了。以前我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，怕辜负别人的期待。但现在我明白，幸福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内心的平静。有时候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目标，反而忘记了享受过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完美的人生并不可怕？可怕的是，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，却从未真正快乐。放下期待，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。它只是让我们在努力的同时，也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。我开始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也接受生活的不完美。这样的态度，反而让我更容易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。比如，今天早上我煮的咖啡虽然有点苦，但我依然觉得美好。
因为我知道生活不需要总是甜美的，真实就足够了。放下期待，也让我更珍惜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。原来，幸福就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里。希望你能试着放下一些期待，去感受生活的自由与美好。感谢你一直听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